不是小贝也能上去吗？我看那钢铁山峰上有结界限制，应该只有小贝可上啊。楚风问道。我们也是发现了这一点，便觉得上面的也都是小贝，谁曾想竟有不是小贝的。不过那人的年纪也不是特别大，他自称只是100岁有余，还远未到200岁，狡辩说不算欺负我们，可恶得很。提及此事，小鱼儿脸上满是愤怒。看来那赵道斌的家族很有手段啊！淡淡的感慨在楚风耳边响起。对于赵氏仙族，楚风早就知晓。之前神族的神柏出世，于太古沙海入口处大显神威，那个时候便出现了一个叫赵道斌的老头，他便来自赵氏仙族。那赵道斌实力强大，乃是3品天神，但却因为神族特殊的力量，导致不敌神柏。在神柏准备大开杀戒的时候，是神鹿用力量将他们一同救了。那赵道斌本不可一世，可因此一事却对楚风心生感激。还是他告知了楚风关于神族的传说。他们实力如何？楚风又对小鱼儿问道。那上面共有100人，其他人的实力不知道。王强挑战的那个应该是其中最强的。那人展现出来的修为是4品真神，以血脉之力可提升至7品真神。王强虽是3品真神，但也能将修为提升至7品真神。听到这里，楚风意识到对方很强，于是道：都将修为提升到了7品真神，王强却也不是其对手。具体交战过程我们没有见到，但是最终结果是王强败了。我与我哥本来想挑战那人，以此为代价带王强走的，可是王强却暗中传音，我们不用管他，不能都被困在那里，更不能所有人都暴露身份。小鱼儿说道。所以失败的话会怎样？楚风问。失败的代价就是王强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一些事情，但具体是什么事我们也不清楚，只说不会危及性命。而因为我们没有挑战，便被赶了出来。小鱼儿说道。此刻仙海玉族族长也是说道，这事是昨天发生的，鱼儿和少羽回来告诉我们后，我们便想着上去将王强救回来，可那钢铁山峰确实有限制阵法，我们无法上去。小鱼儿补充道。我和我哥后面又上去了，但是没见到王强，我们询问王强下落，他们却说我们没资格知道。仙海少羽补充说道。我们担心王强出事，便想挑战，可他们却说我们昨日放弃，已经没有挑战资格了，他们简直太欺负人了。小鱼儿与仙海少羽在提起此事，除了愤怒，更多的是懊悔。懊悔昨日没有直接挑战，导致丧失了挑战资格，从而不知王强到底遭遇了什么。我觉得应该没事，你们在这等我，我上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对了，鱼儿，这个你拿回去。楚风说话间，将手中的石头重新塞到了小鱼儿手中，可小鱼儿却不收，而是说道：大哥哥，我们一起去。同时其他人也是表态。楚风知道拗不过他们，便也并未劝阻，而是对小鱼儿说道：行，那便一起去，但这些资源你留着。大哥哥，你留着吧，后面能用得到，而我还有呢。小鱼儿说道。见状，仙海少羽也是道：楚风，你留着吧，我妹妹的一片心意。说话间，仙海少羽还眨了眨眼。楚风能够看得出来，这些石头虽然与龙卓岩赠予自己的根本无法媲美，但绝对也是小鱼儿这些日子所得到较好的资源了。其实我有更好的资源，我可以分给大家。楚风说话间，便将龙卓岩赠予他的那块金灿灿的石头拿了出来。我去，楚风，你这是从何所得啊？看到这块石头，在场的几人皆是看得眼睛发直，他们都能感受得到，楚风手中这块金色石头也是这血脉机缘山所需要的资源。可是楚风这块石头的品质简直太高了，高到他们所得到的资源就和废土差不多。是姐姐送的。楚风对小鱼儿说道。姐姐吗？难怪。小鱼儿感叹。闻言，仙海少羽等人也都能理解了，毕竟他们也都知道图腾龙族的祖龙大人做了楚风与小鱼儿的姐姐，而那位可是神通广大之辈。楚风到明来处，便想将那块石头分割开来。这块石头的尺寸虽然也不是特别大，但品质太高，哪怕随便分下来一块沙粒大小的，那也远比小鱼儿的那些碎石头资源强大得多。当然，楚风对于小鱼儿等人自然不可能这般抠门，只分出一点点。嗡！只是楚风的结界之力刚刚融入其中，那金色石头上面便浮现出了一层阵法，那是封锁阵法，极其强大的阵法，上面还有龙卓岩的气息。阵法！看到这阵法，楚风也眉头微皱，在他分割之前根本感受不到这阵法，但很显然，这阵法是龙卓岩之前就布置好的，只要不动分割的念头就不会浮现。你那姐姐故意的吧？就是不想你将这资源分出去，不得不说还蛮有先见之明的嘛。淡淡的声音响起，只是相比于有些苦恼的楚风而言，淡淡的声音却很高兴。若是可以，淡淡也希望能分给小鱼儿一些，毕竟她太喜欢这个小丫头了。可是淡淡却不希望楚风分给除了小鱼儿外的其他人，但她知道拗不过楚风，便也没劝。现在好了，
想分也分不掉，根本不用劝了。是姐姐布置的阵法吧？是不是早就料到你会分出去，所以不让你分？小鱼儿短暂惊讶后，却笑眯眯地说道。他虽惊叹楚风这资源的厉害，但却也不想要这资源，反而觉得龙卓言这手段很有意思。我也没想到姐姐会这样做。楚风有些尴尬，好东西拿出来了，却不能分，跟炫耀似的。无爱的兄弟，这是那位前辈赠予你了，是额外所得。若是他没赠予，我们不也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吗？仙海少羽笑道。不是说那钢铁山峰上面有更好的，咱们去那里取。楚风说道。随后楚风等一行人便走了出去，准备去钢铁山峰瞧瞧。而楚风也不再隐藏自己，但却伪装了面容。可刚走出宫殿，还未飞出战船，便看到了一个人向这艘战船飞掠而来。看到此人，楚风一行人面露喜色。尽管此人伪装了面容，可楚风他们却也一眼就认出了他。而还不待楚风开口，那位的暗中传音已映入楚风耳中。兄弟，你来了，太太好了，我还怕你赶不上了呢。说话的功夫，那位已是落到了战船之上。王强，你没事啊？看到王强归来，仙海少羽等人也是非常高兴，因为看王强的样子并无大碍。我能有啥事？小菜一碟。王强咧嘴一笑，可楚风却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，伴随感应之力的涌入，楚风则是眉头微皱，这还叫没事？见状，仙海少羽以及其父母也是赶忙将手放在王强身上，深度观察王强的情况。这才发现王强表面无碍，可是身体就像是被掏空了一般，非常虚弱。真的没事，恢复就好了，别担心。愿赌服输嘛，咱也不输不起的人。王强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究竟让你做了什么？消耗了你的血脉吗？楚风问道。让我帮他们淬炼了一样东西，确实耗费了一下血脉，不过无碍的，没有伤本，迟早能恢复。王强说道。其实通过观察，楚风心中已是有了一些猜测，而王强所说倒是与楚风猜测的大差不差，这也算是最好的结果了。但兄弟被欺负了，楚风自然咽不下这口气。那人实力很强？楚风问道。挺强的，有些手段。不过兄弟，你若是三品真神的话，他估计不是你的对手。王强说道。巧了，我刚刚突破至三品真神。楚风说道。大哥哥也突破了。闻言，小鱼儿等人皆面露喜色，但最高兴的却非王强莫属。那还等啥？给兄弟我找回场子去。王强说道。走，本来就想上去呢。楚风说道。随后楚风、王强、小鱼儿、仙海少羽等人便直奔钢铁山峰顶端而去。山峰顶端有结界之力，不仅能够隔绝人们的视线，也是能够限制非小辈之人登山。然而在即将触碰到那结界之力的时候，楚风却停了下来，认真观察。见状，王强等人也不催促，他们都知道楚风突然停下，必然有楚风的原因。观察并未太久，楚风便不由一笑。原来如此，怎么了？淡淡问道。同时小鱼儿、王强以及仙海少羽也是看向楚风，同样目露好奇。他们知道楚风定然是发现了什么。这里的结界之力很强，想要破开这限制很难，但除此之外还融合了感应之力。这感应之力很隐秘，但却同样很强。我若没猜错，只要我们踏入其中，他们便会知道我们的真实修为，将占得先机。楚风并未声张，而是暗中传音于王强等人。毕竟眼下除了他们外，还有源源不断的小辈修武者进入那结界之力的范围之中。我擦，还有这么一回事？闻言，王强等人皆是诧异，毕竟他们已经进去过了，可却并没有感受到这种能够观测到他们修为的结界之力。可很快也是恍然大悟，难怪我最初要挑战那个女的，那个女说我太丑，拒绝了。我还差点自我怀疑了，我怎么会丑呢？肯定是她知道我是三品真神，而她不是三品真神的对手，所以才不敢应战。他奶奶的，原来他们是在作弊。王强提起此事，骂骂咧咧。好像还真是这样。我当时也想挑战一个较弱的，想先看看能得到什么，但那人却说他在修炼，暂时不接受挑战。但王强兄，与那金发青年交手之后，我们等待之时，又有其他人来挑战我本想挑战之人，那人便应了，结果便是那人赢了。可只说他所展现出的实力，我是有把握将其击败的。当时鱼儿还偷偷与我说，他们是在挑选对手，我还觉得不太可能，现在看来还真是如此啊。仙海少羽也是叹道，你看，我就说他们有猫腻吧。小鱼儿也道，无碍，我有应对之法。楚风说话间便捏动法诀，表面来看什么事都没有，
实则体内一层又一层的结界之力将其灵魂覆盖，最终相融，化作一股散发着九品半神气息的结界阵法。走！做完这件事，楚风终于动身。如楚风所料，当他进入那结界之力覆盖区域后，便有一股很隐蔽的气息悄然地潜入其体内，但却也只是潜入到了楚风覆盖灵魂的结界阵法，这让楚风自信已经瞒过了那钢铁山峰的感应。当楚风穿过那层结界之力，发现顶端并非空间世界，而就真的只是山峰顶端，面积虽不小，但也都是合理范围。山峰中心有着100道石盘，石盘不是很大，每道直径也就10米，石盘上皆是盘坐着一人。那些人有男有女，看样貌都颇为年轻，皆是身穿金色长袍，金袍萦绕金光。抛开容貌不谈，只是那金色长袍便散发着强大、高贵，仿佛非凡人的气息。显然他们皆是赵氏仙族族人，挑战他们便能获得相应奖励。石盘悬空漂浮，漂浮高度有高低之分，这应该也是代表着这些人的强弱。其中最高的石盘上面盘坐着一名满头金发的青年男子，他脸庞白皙，长相不错，但却目光冰冷，给人一种拒人千里且十分危险的感觉。当楚风等人观察他的时候，他也在观察着楚风等人，但也只是扫视了楚风等人一眼，最终将目光落在了王强身上。怎么又回来了？莫非是不服？那金发青年对王强问道。赵苍劲，我在挑战你，你敢赢吗？王强问。他此话一出，那石盘上的所有人都看向了王强，同时也有人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金发青年，似乎很是意外，王强居然会知道那金发青年的名字。你现在如此虚弱，赢你胜之不武，不过我心情好，那丫头若要挑战我，我现在愿意给她一个机会。话到此处，那赵苍劲将目光投向了小鱼儿。这家伙怎么回事？之前不是还说小鱼儿他们没资格挑战他，现在怎么又可以了？淡淡不解，有可能与心情有关，但我觉得他之前与王强交战，应该是用了某种消耗自身的手段，导致没把握胜过小鱼儿，所以才拒绝。毕竟鱼儿与王强一样，也都是3品真神。楚风说道。若是这样，那这个家伙好是卑鄙。淡淡说道。小鱼儿没有应战，而是看向楚风。大哥哥，我能上吗？楚风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对那赵苍劲问道，是不是说我这2位朋友现在又有资格挑战你们了？可那赵苍劲却摇了摇头，之前给他们机会，他们没有把握，现在便不是他们说的算了。若要挑战我，我可以给他一个机会，他只能说愿意和不愿意，依旧没有挑选的对手资格。那我呢？楚风问道。哈哈哈哈！此话一出，一阵大笑响彻，不仅是赵苍劲，而是赵氏仙族的所有人都在笑。你的话可以。大笑过后，赵苍劲道，那就让我会一会你们。楚风说道。